欺负百姓。回到路上，警长决定烧他们一场。小马听了以前的警长，他终于体会到了一个道理：人们总说现在的社会，政治毫无价值，但没价值的不是政治，而是没有权利的政治。如果有权的人都能像警长一样做好了，下车后，小马崇拜地问警长，该如何成为像他一样的人？没过半年，警长调离了镇子，小马的学校有恢复了作弊的传统，但在1年的12年级考试中，只有小马考了几乎垫底的3等，因为他牢记的几段话，没有作弊，也只有他成为了街坊们第一的无业游民。为了维持生计，母亲变卖了家里的猪养，但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们家需要一个真正的娘助。奶奶看破了小马的心事，于是拿出了养老金，大胆鼓励小孙子。往往山行之后，冰冷的现实会与你撞个满怀。公车上，陌生人趁小马熟睡，偷走奶奶的养老金。小马带着全家人的希望出发，他不能就这么回去，所以他坐在飞机班门口，希望能等到一个机会。然而这边的人却告诉他，当地已经停止招募警察了。一连数天，小马的尊严终于带给了饥饿。他找到一个店主，希望施舍一顿饭。饱餐一顿后，小马希望打工还债。而另一个适合他的上线原厂，他也是要考公的学生。不过他现在转场去印度省不得力，准备 UPSC 考试，但是州警察工作20年才能得到的职位。小马像是看到了转机，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跟警察安迪一起去得力考试。也许是看这个小子很真诚，安迪答应了。在手不得已，把他的光环小马几近云绝，像流浪的新的大官员。他一夜不眠。清早，被安迪发现呆坐在窗台。这个大胡子小高里，考试已经几次落榜了，然而这就导致他心里面去阴暗，反而让他有了一副善良的心肠。他免费传授过程的经验，而这种传道也成了他与自己的失败和解的方式。小马在高里那修的一份差事，图书管理员，老板是个不近人情的老头，迟到5分钟就会扣掉整天的工钱，但这已经足够仁慈。小马总算有落脚之地。为了庆祝小马找到工作，安迪开了一瓶贵酒庆祝，等他喝得根本不心疼，边喝还边说。原来安迪父亲是个大官员，社会儒家常便饭，这酒便是贿赂之一。父亲让安迪去考公，也是为了在公家那里再安插一个自家人，能赚更多的钱。跟他俗套的样板戏一样，小马告诉他应该追寻自己本性，随波逐流必然溺毙其中。安迪承认他对公务员确实不感兴趣，更想当个编导，当个记者，但他没有勇气告诉父亲。他们也是告诉小马，因为他想出了父为铺好的路，所以他不可能背离。唯一的疏解方式只能是这样麻痹自己。时间过得很快，1年数过而逝，高里再次考试落败，他最终选择了放弃。延后的时间，他决定把全部心思都投在免费教育上。他们在路上查看讲课，每晚还要高喊口号，甚至有人报警说他们传销。直到这年秋天，被考成功的小马终于不再是输在被淘汰的90%。这天下午，富二代安迪带朋友来喝茶，高里上前接待。安迪要朋友说高里条件报考，就被条件全身心投入备考，无异于浪费国家资源。高里回击道：“我父亲是农民，是工人，他们的钱全用来养家，没有多余的钱供不上辅导班。但因为理想教育生活，所以他们打工供养理想，也因为意志高于金钱，所以穷人也从不放弃。”小马人在废寝忘食的备考，比赛不到1小时开始，一起坐车老头叫醒了昏昏欲睡的小马。他告诉小马，自己考过4次，饮鸩国三省4段阵脚，或许不要有那么大压力，去洗个热水澡，轻松上阵才会完全。或许是老人的教养是有作用，小马通过了预赛，他兴奋地向母亲报喜，但是王月的培训费用却使他望而却步。这时，一个一耳光鲜的妇女走了进来，工作人员收了押金，让小马去银行等回复。此时，他恰好看到墙上挂着的补习班优秀毕业生名单，可这位他认识，对方并没有上过补习班。小马立马找工作人员问清楚，才知道这是他们付费请的代言。小马不甘示弱，他觉得这就是欺骗。但那位想要报名补习班的妇女听到这话，也决定不再报名。而且问小马要回了押金，对方临走前，小马上前搭话，女生给了小马自觉的通过预赛能力，两人也算成为了朋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那天小雨霏霏，女生走进了小马所在的图书馆，见到正普读航空知识的小马，小马面露窘色。其实他对航空知识一窍不通，谈不上普读，但有好两个女孩就在眼前，他也没有坦白事实。在教育中，小马得知对方比较邋遢，而且邋遢还主动约他一起去辅导班。这里的老师也是正直，当然这里面也能做出很多公务员，但年薪率不足1%。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就是他的人生4条。他希望他的学生也践行这一点。小马听得入了神，随即给老师点名。老师表扬他文章写得好，奖励他2块巧克力，他分给邋遢1块。此刻，爱是拿着小触摸又退缩的手，于是他想了想，把第2块巧克力也给了邋遢。课余时间，小马对邋遢认识了富二代潘迪，他的戏精高歌，所有人听得入神。小马则悄然离开，来到了集市闲逛。他看到了《国之意》，那是前印度总统卡努拉的自传，也是小马梦寐以求的精神食粮。他在书摊前踱步，可干瘪的钱包无法满足他。潘台中得知邋遢本是护士，他曾在医院见到这样的一幕：一个女人3目烧伤，全身均是黑褐色，丈夫就在尸体旁冷眼，像死的是猪狗。警察备案写的是家庭暴力，可最终的结案报告写的却是死因意外，这让邋遢绝望，从而意识到学医救不了印度，所以才决心考公，要成为手握权力的人。时间来到第2天，补习班课堂上，老师提问了一个有关航天的问题，由于两人初次见面时，小马说了一本航空学，于是老板站起来说：“小马是工程师，他可以解答。”人不怕被打脸，怕的是被打脸时，旁边刚好有爱人的注视。坐下后，小马惶恐地说自己知道答案，就是没勇气说。这话像是挽尊，但听后，爸爸的心更冷了。他心中完美的小马形象似乎在这一刻碎掉了。下课后，小马回到了图书馆内，像一条被水打过的死狗。强迫图书馆老板调查，去年他们卖图书卖了6000，可今年只卖了4800，那非说是小马私吞的钱。尽管资料和一律过去都很简单，只需要给一个笑脸，有点像强权神为弱势群体的服刑性测试，但正直的小马羞于如此。小马生活空荡荡，没有人给他气，就当恢复出生意的洗礼。从此以后，他不再去图书馆，而是自己在面粉厂里，白天工作18个小时。尽管如此，没有人可以在他脸上看到自己的微笑。机智的思维会变得自负，小马拒绝了自己爱人和朋友，让医院一个人蜗居，融入进了私人的轰鸣，把自己锁在木板沉沙的壳里，也不会去识别人间的凄风苦雨。而命运造成的结果，一定是一叶障目。在新一轮的考试里，小马果然写错了题目，考试中要写的主题是旅游业，可小马却看成了恐怖主义。巴尔的摩呀这种地方，对吧？恐怖的很，就看你怎么认知这个事儿。
耀，你知道吧？跟我们炫耀。我一看，我问你多少钱租的，他说了个价格，我看他那周围环境就不对，我就问了一下价格，他跟我说个数，哎呦，就租在这种地方，哎我的天，对，是典型中式思维，脏乱差，不就是脏乱差吗？他以为便宜就是因为脏乱差，你好好看看你那个地板吧，底下没准埋着几具尸体呢，啊，那他们发生的故事几率高吗？啊，是这样。就是美国一年枪击才死4万人，就是美国这么自由竞争的国家，一年也就死4万人，3亿人里面死4万人也不多啊，几率很小。你要不要赌啊？你要不要赌啊？对，他以为是中国那种老破小、老小区没物业，对吧？就完全是中式思维，纯中式思维去玩，对吧？纯社会主义巨婴，啊，对吧？你说美国一年死的人多吗？不多，对吧？不多，对吧？一年也就死4万人，对于3亿人来讲，4万人不多吧？那你要不要去那赌一下？就过去了，啊，对吧？你要不要去赌啊？是不是？那是吧？你要是说啊，我为了这个钱，我就要去赌，那我只能祝福你，是吧？尊重理解祝福。啊，这个而且不是故意啊，不是故意，就是尤其是他们有的甚至都学会做扣了，知道吧？就专门找你这种东大留学生，那是肥猪啊，那是肥猪啊！我的天，宰上一刀啊，够吃1年，是吧？专门做扣整你留学生的都有。对，这是神他妈最终幻想，对吧？那真是最终幻想，最老中式的幻想，以为便宜房子就是3观上，哎，对吧？人家国家一年合法失踪55万的国家，啊，你要去这种地方赌一下你的安全，是吧？就是500以下就是买不到任何安全了。Radio fulfillment, 99.98% order accuracy, and with radio fast. 因此，在这场纷争不断的收购战里面，笑到最后的反而是 Netflix。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博弈始于派拉蒙的步步起逼，最终演变成 Netflix 和好莱坞豪门的正面对决。面对派拉蒙的1亿收购，董事会施压和代理权诉讼 ，Netflix 的应对很直接，报价改成每股27.75美元全现金，用支机拍印提前结束战斗。但827亿美元的交易，最终话语权却在监管机构手中，双方已经雇佣了庞大的游说团队，而特朗普政府的反垄断立场，当时这场博弈的最大辩证。透过这场收购，我们看到了也不仅仅是一笔交易，而是2个时代的交替。实际上，如果你去看过去每一次在这种新的技术、新的科技手术过程当中，看一个产业开始发展，然后跟财富的无限接触，开始有这样一个竞争格局，甚至后来反超了，每次都会有一些做玩家最新的玩家进来。可是，如果我们看最新的技术变化，这件事情其实没有特别明显的发生，就是你只是感觉到说啊，你这个是主公司，好像借由媒体的技术进入到一个媒体跟谈论业务的领域来，可是对于原来的产业的业务，在流体上并没有发生一个洗牌。Netflix 定义了一代人的娱乐方式，而华纳的困境恰恰代表了传统好莱坞的被动。背着巨额债务，有线电视业务持续萎缩，华纳没钱做研发，也没钱做全球扩张。这时候卖给 Netflix 或许是资本困境当中的最优解，哪怕这代表着好莱坞传统制片模式的终结。Netflix 也在改变，当色卡非自制内容的分账逻辑已经建立，它缺了院线发行能力，缺失 IP 开发基建，这建设它在流媒体之外的世界空间。收购华纳 ，Netflix 看中了这个 CEO 的品牌溢价和 DC 宇宙这样的电视 IP，这标志着 Netflix 在从轻资产的科技平台专将重资产的商业链的娱乐帝国。好莱坞这家科技公司还有一定面对这个激烈但恐惧代表一定的巨大消失。如果这次收购落地，那么好莱坞新旧格局的交替将不再是预言，而是一个时代的落幕。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传媒帝国收购系列第2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的点赞、留言和转发是做好支撑商业与科技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科研多元替文总，下期再见了。那这么多钱，最初是忍了下来，不过后来他发现丈夫跟家里任何人都没联络，那知道事情不对，还是报案。万万没想到，公了。大家好，我是魏，欢迎打开 M 档案。全新的会员视频已上线。美国加州大宅内暗藏华人富豪打造的代孕工厂，20多个年幼的孩子被集中养育管理，并设计出了保姆的期待。这起震惊全美以 FBI 关注的案件正在持续发酵。M 团队根据独家信息来源深挖男主宣国军以及神秘少妻的隐秘动机，不过由于平台政策原因，视频被黄标处理了。想了解完整真相，观众可以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解锁这期引发热议的华人事件以及更多的精彩内容。在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那旮旯，长期以来抵御寒冬的方式就是靠集中供暖。一些居民小区和单位大楼都会锅炉房，锅炉烧煤，把水加热，再连通到千家万户的暖气片。在黑龙江肇东市，一个连环杀人魔团队却把锅炉当成了焚尸炉。1992年到2010年，他们先后杀害了20多人，把尸体分解扔进炉膛，烧个一干二净，不留任何痕迹。而这个连环命案的主谋蒋英库之所以能够多年行凶逍遥法外，除了毁灭证据的焚尸手段，还因为他有着一个掩人耳目的外衣，在检察院系统任职。这种身份既能买通保护伞，也可以恫吓受害方。从肇东到哈尔滨，无论在单位里头还是在社会上，蒋英库都混得风生水起。在一身制服的保护之下，他广开人脉，银行骗贷，侵占财产，简直是无恶不作。蒋英库为了升迁，主动为上级检察院的同僚平事，杀死毫不相干的无辜者。在没有达到升迁目的的时候呢，又担心同事泄密，竟然把2名检察官给干掉了。直到事情闹得太大，惊动了中央，办案机关不敢再怠慢，蒋英库的罪行才大白于天下。蒋英库团伙连环杀人案既残酷又离奇，跟一般的连环杀人案可比。但是关于案件的很多细节，当时的报道非常有限，我们收集了目前能够找到的资料，尽量真实的还原这个恶魔团伙办案和破灭过程。如果您从我们渠道了解到了靠谱的信息，也欢迎在留言区补充。M2希望大家能够共建这个案件的全貌。好了，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案件。蒋英库是黑龙江双鸭山市集贤县人，出生在1952年，家庭条件不好，读书没几年就早早到社会上讨生活了。年少的他经历了很多刁难屈辱，激发出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走出穷困的家乡，出人头地。蒋英库呢没有少文化，却有所谓知青的待遇。在中国的20世纪60、7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城市青年被送到农村去劳动生活，接受再教育，他们被称作知识青年，简称知青。这是当时中国政府推行的文化大革命导致政治运动，目的是让他们向农民学习，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对许多知青来说，那是一段
天他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卖水果，天不亮就去批发市场进货，一直卖到天黑。但是这个奋进青年骨子里好勇斗狠的基因已经展现了出来。经济为说，为了抢摊位，蒋云库跟人在雪地里打了好久，打完之后爬起来接着卖货。做小买卖挣了钱，蒋云库打算干点别的生意。他去了趟南方，发现陶瓷生意火爆。1988年，他投入全部家产在赵东城区租了门面，挂出“英库陶瓷行”的牌子。从这时起啊，他的路就开始走歪了。有一次供货商想坐地起价，他半夜摸到供货商仓库，稀里哗啦把人家的饭车货都给砸了。对方一看蒋云库不是善茬，只能恢复到原价供货。这是很多东北商贩们商业逻辑，信奉用拳头和暴力维护交易，而不是通过协商和讨价还价。这一点呢，在蒋云库这是有效。靠着这种野蛮粗暴，甚至是不要命的狠劲儿，他陶瓷生意赚了钱了，还把老家的几个兄弟喊过来跟他一起干。这几位啊，都不是做生意财的，甚至打下手都不合格。不过他们都服从蒋云库，在此后的系列杀人案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时的中国啊，用人机制的漏洞很多，即使国家机关也一样。蒋云库金钱开道，买通几个贵人，然后摇身一变，在1991年8月成为了赵东检察院的干部，当上了控制科书记员。他可不单单是稀罕一铁饭碗，而是明白这是正法系统制服的真正价值，可以为自己的发财梦保驾护航。过了几年，腰包鼓起来的蒋云库打算盖栋楼，开一家陶瓷市场，对外招商做收租金。他请来贾宇当法人，这个是当地陶瓷行业的头面人物，有了贾宇的背书，大厦知名度就打开了。接着，蒋云库又从银行贷款了300多万，可是这笔贷款一到手之后，就给他一顿挥霍，盖楼的钱反而不够了。怎么办？蒋云库找承包商，说服他们先垫资，等项目完工后再一次性结清，同时承诺给到5%的利息。1992年年底，7层的陶瓷大厦盖起来了。按理说蒋云库该给人家工程款呀，可是他没有一点还钱的意思。来人要账就推脱说钱都花在工程上了，挣的钱一定还。大厦工地上有个工长叫孟建明，垫资了好几十万，现金流非常吃紧，被供应商和工人们到处堵，只能一趟趟到蒋云库那去要账。蒋云库被他弄烦了，干脆就想赖账不还钱了。他的想法简单而直接，如果这人没了，债不也就没了吗？1993年10月6号，蒋云库以还钱的名义把孟建明骗到了陶瓷大厦，他的手下埋伏在2楼楼梯处，拿着东风3式小口径运动手枪对准孟建明的右太阳穴开火，被害人沿着楼梯滚了下去。全新 Zeppo Go 采用天然来源成分，提供日常防护。Zeppo Go 防菌保护的黄金标准。其实啊，中国在49年以后很长时间里没有禁绝枪弹，甚至到改革开放初期啊，中国的持枪犯罪仍然为数不少。造成程度呢，仅在1965年，全国各地向公安部专报持枪拒捕袭击政法干警的重特大案件就有92件，全年共有65名公安干警被杀害。在曾经土匪猖獗、猎人众多的东北，更是枪支泛滥，发生了很多公众意识的枪案。这方面我们在东北保持系列里头讲很多。后来啊，中央政府决定禁枪，从1996年到2006年这11年间啊，全国收缴枪支380多万支。蒋云库手里有枪，不过杀人却是第一次。这尸体该怎么处理呢？有妈在说，尸体运到城外去埋了；有妈在说，埋在锅炉房底下。一听到锅炉，蒋云库来了灵感，最后拍板说烧了。这个是蒋云库用锅炉处理的第一具尸体。但是啊，这个方案说起来容易，就不好实施。他们这锅炉呢，只是一个陶瓷大厦的模型，炉门不够大，把整个人给塞进去。蒋云库带着人把孟建明打稀8块，因为没有经验，倒到屋子里到处是血。蒋云库为了烧彻底，可劲儿加煤，烟囱都给烧红了。等到打开锅炉，这是烧去头盖骨残片，酥脆的如同苏打饼干。蒋云库猛踢一脚，孟建明身体的最后一点痕迹也就变成粉末了。蒋云库让手下放风出去，说给孟建明的账都已经结清了。供应商的工人们追到孟建明家里，苦等几天见不着人，没有人想到孟建明遇害，都认为是骗钱跑路了。蒋云库又放风声，说是有人在吉林4里看见孟建明带着小弟拿着大把的钱，这可劲儿造了。这下被欠债人们憋不住火了，直接把孟建明家里的东西全都给搬走了，连孟建明的老婆都被轰出家门。这个老婆也对这些传言信以为真，朴实又可怜的女人觉得亏欠大家这么多钱，最终是忍了下来。不过后来他发现丈夫跟家里任何人都没联络，感觉事情不对，还是报案。万万没想到，公安局的一名叫张兆伟的副局长，竟然是蒋云库的保护伞。还有人说他们就是结拜兄弟，直接把这个案件当成失踪人口给处理了。第一次杀人后，蒋云库发现这个消债方法好用了，于是就开始了疯狂的杀人计划。半个月之后，有个叫宋立国的人找蒋云库索要300万，对方没说几句，火气都窜上来了。蒋云库这边似乎早有准备，立刻把马仔招呼进来，对着债主连开2枪。宋立国倒在地上挣扎，蒋云库凑近一枪爆头。后面的程序依旧是打稀8块，烧个一干二净。宋立国的家人发现人没回来，很快就报警了，也被公安局副局长一通运作，又给当失踪人口处理了。第3个受害债主是原兆宏涂料厂业务员吕宝珠，这个人跟蒋云库认识多年，有些交情，最初呢也没急着催债，后来实在是等不起了，就硬着头皮去讨要。蒋云库没管什么交警也安排他，就这个，他拎着手枪烧着炉子，就把债务一笔一笔消掉了。距离第一次谋杀债主1年之后，为了钱，蒋云库又打起了回迁户的主意。陶瓷大厦当中竟然有很多遗留的问题，有些回迁户等着安置住房呢。有一天，下岗职工宋金仲接到蒋云库的通知，说房子有了，让他带上2万块钱到陶瓷大厦缴纳进户费。宋金仲和妻子孙淑庆兴冲冲的去了，结果被骗到车库，蒋云库的马仔突然冲出来，这次用的是刀，小两口不明不白的被销户了。谋财害命的蒋云库胆子越来越大，越来越无所顾忌，连陶瓷大厦里的租客也被惦记上了。2单元5楼的刘少贝平时跟蒋云库走动很多，这人呢喜欢吹两风，说自己很有钱。蒋云库见财起意，有一次在饭局上，他提出向刘少贝借5万块钱，刘少贝为吹牛付出了代价，连抢拿出了5万，双方还写了借条。1995年9月1号，蒋云库将刘少贝骗到车库，从背后一棍子打晕，埋伏在一旁的马仔一通换刀，可怜刘少贝一条性命就值5万块。砍完人，蒋云库想了一件事，这借条还不打得去抄家。于是一群歹徒明目张胆地跑到了2单元5号楼。刘少贝的媳妇不知道怎么回事，被人对准脑袋当场开了一枪。刘少贝6岁和8岁的儿子吓得大哭，歹徒把孩子摁住，活活掐死，在受害者家里头就把母子3人肢解了。在商用建筑里头开枪杀人，还焚烧尸体，这些事不可能一点风声都不走。如此嚣张的人，却还是能够逍遥法外，这背后得是多大的靠山？想到这儿，人们的办法更加噤若寒蝉，连债主们都不敢找蒋云库要钱了。蒋云库不仅是吃人的恶魔，还敲骨吸髓。他对外说自己欠的债全都还了，还交付了一些新货物定金。他利用在公检法系统的关系，伪造相关的文书证据，起诉几个死者，说他们违反合同，而且人间蒸发。死无对证的假合同，让遇害者家庭或企业背负上沉重的债务。蒋云库这个杀人恶魔本身也是一个色魔，除财害命还嫌不够，他的罪恶很快发展到了情杀。早在陶瓷大厦开幕期间，蒋云库总去一家五金店拿货。有一天呢，正好店主李海不在，蒋云库一眼就看见人家媳妇儿，他破天荒的没有赊账，直接付了2万块钱的货款。没多久啊，他就和有夫之妇勾搭上了。蒋云库的个子不高，发迹
12月22号，蒋英库把李海骗到了陶瓷公司对面，挑明了与李海媳妇的关系，让对方退出。李海被逼急了，就威胁蒋英库说：“你可是公职人员，我要举报你，挖你的体。”蒋英库一声号令，马仔就冲了进来，砰的一枪，李海后脑勺中弹，一命呜呼。这下蒋英库算是把情人彻底搞好手了，也顺带着成为了五金店新主人。而且他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他这情人有个闺蜜也喜欢和蒋英库凑近乎。蒋英库是来者不拒，他们就这么没羞没臊搞起了3人行。赵本山的小品里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台词儿，这话用在闺蜜身上很贴切。他对蒋英库了解多了，就开始做一些不知死活的事。他经营这家饭店，有一次呢，蒋英库带朋友去吃饭，几个人喝高了，女掌柜当着众人的面就开始吹捧蒋英库，意思是在赵帮这地下，蒋总要谁死，这就活到明天。蒋英库吓得酒醒一大半，这傻娘们儿嘴上连个把门都没有啊！为这后患，1997年2月5日，蒋英库把这个女人骗到了陶瓷大厦，毫不犹豫的先杀后烧。蒋英库靠着杀人、肖债、侵占资产，在赵东混得越来越开，黑白两道都知道他涉黑能平事儿。当地农业银行有一位姓赵的信贷员，建设陶瓷大厦的时候，曾经违规给蒋英库贷过款。银行行长发现之后，给了他严重警告。姓赵就找到蒋英库求助，意思是我之前帮过你，现在行长要收拾我，你帮我解决这个麻烦，我可以出钱。蒋英库就问是打残呢还是打死呢？姓赵心一横，杀了10万。1994年8月18号早上7点，蒋英库的一个手下蹲在财政局家属楼门口，看到那位行长出来，冲上去就在身后猛捅几刀，撒腿就跑。好在这行长命大，死里逃生了，而好戏还在后面。这案子本来侦破起来没什么速度，可当地警方根本就没想其他真凶，记着铁板码在手上沾满鲜血，政法系统保护他收钱枉法都与蒋英库深度绑定。无论怎样的罪恶，他们必然要共同进退。可是银行行长遇刺也不是个小事儿，蒋英库的保护伞们怎么给上面交代呢？很简单，找个替罪羊呗。据黑龙江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警方了解到，银行行长和同单位中层干部隋鸿渐在工作中发生过冲突。就在案发前1个月，隋鸿渐的弟弟为了给他哥出气，还给行长写了一封匿名信，声称要做了他。这不是正好撞枪口上吗？隋鸿渐兄弟3人很快被当作重点嫌疑人抓走了，而且专案组为了让他认罪，不停地上手段，先是毒打，往指甲缝中扎牙签，往伤口上撒盐，接着吊起来，直到嫌疑人大小便失禁。这么折腾，隋鸿渐怎么可能受得了？到最后，警察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在刑讯逼供下，肇庆警方拿到了隋鸿渐兄弟3人的完美供词。隋家共有10几口人，被肇庆警方收容审查，家里一度只剩下10个孩子，最大的14岁，最小的3岁，他们相依为命，大孩子甚至还要给家人去申冤。这是枪毙吧？这是枪毙吗？可以。在研究中，警方还暴力威胁了一个曾经在隋家榨油厂工作的更夫，更夫每每在逼供之下提供假口供，又总是良心不安，在开庭作证的时候翻供。虽然只是所谓证人，并无罪错，专案组却来回抓了他4次，非法羁押累计5个多月。第3次开庭后，更夫实在受不了了，直接跑到河北亲戚家躲了10个月。后来也是因为这个更夫刑讯逼供案件引起了极大关注，肇庆警方只能把隋家人无罪释放。据黑龙江日报报道，从1994年被收审，1999年被判刑，2002年被宣判无罪，2003年开始申请赔偿，所谓的嫌疑人被耽误几乎10年的宝贵获益。到时候，隋家兄弟申请赔偿600多万，法院判决下来，每人只得到8万多元。冤案波及了16人，被非法羁押的时间累计近7000天。一起全国瞩目的刑讯逼供案，3名涉事警察处理结果呢是定罪不起诉，其中1人安稳退休，另外2人继续担任公安系统中层领导。咱回到那个刀捅行长杀人未遂的真凶啊，也就是蒋英库的马仔。其实他当时还背负着另外一条命案，他杀死一个毛皮厂工人。赵方抓药，把杀人嫌疑转向了死者的工友。这个工友蒙冤入狱7年，直到蒋英库败北被抓，说出真相，才洗清了冤屈。每次出事总能被老大摆平，团伙里头的马仔们变得有恃无恐，还是得自杀行长马仔。很快有事，他与一个对陶瓷大厦征收区的废人发生口角，一上头直接把人给捅死，然后跑去跟老大汇报。蒋英库呢，凶才是凶残，但他们傻呀，手下正虎作非为，早晚把自己给打进去。第2天，蒋英库的堂弟蒋书渊做了个局，把惹事的马仔骗到自家饭馆后厨，直接解决到，也算是杜绝了刺杀行长的后患。蒋英库对下属开始了杀戒之后，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其他马仔纯帮使唤，没准哪天会把他跟老大给供出去。于是，蒋英库开始他的大清洗计划，第一个目标就是佳玉，就是那个陶瓷大厦的法人。这人呢，跟着蒋英库参与了好几起杀人案，按说他是团伙里的核心铁手，但蒋英库不管这些。杀掉那个情妇闺蜜之后，蒋英库把死者饭店卖给了佳玉，后面他又想收回来，佳玉没答应，蒋英库记仇，干脆把佳玉给清理掉算了。不过，这佳玉在社会上也混了很久，也不是省钱之辈，他闻到了团伙内血腥味，于是赶紧把饭店卖了，带着佳玉逃离了赵东。佳玉逃脱之后，蒋英库吸取经验教训，马不停蹄地选择了第2个清洗目标，那就是陶瓷大厦副经理刘德。刘德当时在哈尔滨帮蒋英库经营一个宾馆，他忙着和情妇厮混，宾馆就越做越赔钱。尤其让蒋英库不满的是，刘德有一次喝醉了，还把锅炉房杀人的事说了出去。刘德和情妇大难临头，他们被蒋英库一起处理，还连夜拉回了陶瓷大厦，直接成块扔进锅炉，一把火给烧了。到这儿，蒋英库杀的都是外人，再后他连自己的兄弟都不放过。跟着蒋英库杀人的有他的亲弟蒋英权、堂兄弟蒋树海在住院，其中啊，蒋树海因为杀人过程太血腥，心理压力太大，有时候神神叨叨，嘴里会说我没杀人，这事都怪蒋老三，跟我没关系。蒋英库一听，这蒋老三不就是我吗？赶紧把人关了小黑屋。蒋英库去看看情况，蒋树海扑通下跪，说自己那些年整个人都是傻的，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保证以后绝对不会泄密。蒋英库此刻还没那么绝情，就把蒋树海送回了辽宁老家。后来又跟他的家人说，我们是兄弟，他有病我得管，我带他去哈尔滨大医院治好了再说。蒋树海于是在蒋英库马仔的看护下回到了赵东，但是手足之情又如何？蒋树海带着一肚子的秘密，最终还是被丢进了蒋英库的锅炉。就在实施大清洗计划的时候，蒋英库大麻烦就来了。1997年年底，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全国各地清理提审类的闲散人员，蒋英库忙着做买卖做坏事，就没正经上每天班，完全无视组织和纪律，单位老板直接开除。为了保住工作，蒋英库带着一大笔钱去省检查系统走动。那是个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大年代，加上蒋英库本来就是系统内的人员，所以还真的能替他办事儿。当时啊，省检察院在盖楼，蒋英库有相关的经验，上面的人一通运作，就把他给借调了过来，负责单位里头建筑施工杂七杂八的事儿。蒋英库调动的工作，自然想多巴结几个更高的上级。检察院有个叫袁成的检察官，跟外面的一个女人纠缠不清，很是苦恼。蒋英库知道后，主动跟袁成套近乎，暗示自己有饭碗让那女人闭嘴。袁成挺高兴，并没有过问什么平事，他开始与蒋英库以哥们相称，承诺以后检察院有什么事，我袁成也能帮你。蒋英库和手下找到那个女人，震惊不备，用尼龙绳勒死了她，最后就是熟悉的流程，尸体肢解、焚烧成灰。摆脱了
情纠缠，袁成很高兴，但他打听到这女人长期音信全无，也听说了蒋英库在赵东的名声，于是跟他刻意保持距离，不敢再跟蒋英库黏在一起了。蒋英库这边呢，把事儿办了，却得不到袁成的正面反馈，工作上也没帮忙，他知道对方在提防自己。按他的原则，这个袁成也不能留了。可是袁成毕竟是检察院公职人员，一旦下手就要做干净点。而蒋英库所谓本土谋杀，竟然是又把一个无辜者跟主要目标一起推向他的分尸路。2010年11月28号，袁成的妻子报案说老公不见20来天了，而检察院那边说袁成和他的同事就是助理检察员郭冬梅，这段时间两人一直都没去上班。警方认为这两个人同时消失有蹊跷，于是马上去车辆赵东找蒋英库了解情况。为什么要找蒋英库呢？因为袁成在11月8号离开家的时候跟我说过，赵东是一个叫蒋英库的人约他出去办事。原来蒋英库假装公司遇到欠款的麻烦，请检察官袁成和郭冬梅借着公职身份出面说2句话，以每人10万元做回报。出面讲几句话就能拿10万，对袁成和郭冬梅来说是天上掉馅饼啊。2010年11月8号上午，在蒋英库的出租屋里，3个人喝酒谈事儿，哪知蒋英库提前在对方的酒里放了安眠药。两人约过去之后，蒋英库的杀人流程又走了一遍，帮两个同事完成了火化。两个公职人员失踪，这个事太大。接受警方询问的时候，蒋英库故技重施，声称那两个人有私情。失踪2天前，袁成向蒋英库借钱，又跟郭冬梅出去潇洒。他还造了一个谣，说袁成之前的情人也失踪了。更搞笑的是，蒋英库表示自己知道的太多，他反而担心袁成报复他。蒋英库的这套说辞，加上他检察系统的公职身份，一度蒙住了办案人员。是可惜的，他的连环谎言、落后态度，根本经不起调查。赶巧的是，赵东公安局某刑警队长去黑龙江省公安厅汇报工作，听说了蒋英库的事，就向省厅说起了蒋英库在赵东诸多疑点。警方很快查证，与蒋英库有生意往来、金钱关系、情感关系的10几个人都莫名其妙消失了。而这蒋英库是现实打灭霸，打开小姐人就消失了成。这种秘密还不够，他们还需要有活的人证。还记得咱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么多受害人中，有一个侥幸逃脱的吗？没错，就是蒋英库清洗计划第一个目标，也就是闻风而逃的那个甲乙。其实这甲乙并没有跑太远，而是在黑龙江的大兴地区低调谋生。赵东市公安局刑警在走访和排查过程中，很快就找到了他。在审问之下，甲乙最终将蒋英库的罪行和盘托出，其中甲乙涉嫌杀人案共7起，至此拘捕嫌犯的时机终于成熟了。蒋英库也不含糊，他通过赵东这边的保护伞听到风声，立马脚底抹油。只是没想到，这位杀人灭口、自称一派论火、逃跑的本真不咋地。他竟然很快出现在老家吉县，去银行取钱的时候，就被警方轻松擒获。他的堂哥蒋淑媛在逃跑过程中受不了巨大的压力，选择了卧轨自杀。蒋英库逃过涉黑杀人案历经9年，终于爆破。经公安机关查明，自1993年至2000年间，经过先后在赵东市和哈尔滨市采用枪击、刀刺、绳子等手段凶残杀死了21人，1人重伤。在此期间，蒋英库的身份始终是检察院的政治职工，甚至竞争为赞。2011年12月13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蒋英库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抢劫等多项罪名，判处死刑。他的保护伞赵东公安局副局长张兆伟也被停止工作，另案处理。关于抓捕蒋英库的经过，时任黑龙江省公安厅经侦处处长的严子忠曾经撰写了一篇详实的记录，题目是《追捕 A 级逃犯的思考：蒋英库团伙潜逃方式与我们的追捕工作》。文章发表于2011年的《中国刑事警察》。这个严子忠呢是破获蒋英库案的骨干，警员生涯非常传奇，指挥侦破刑事案件1000余起，其中包括抢劫巨额工资款、抢劫运钞车等大案，作为刑侦专家参与侦办震惊全国的马加爵杀人案。正在打掉蒋英库保护伞的厉害人物，在2018年退休之后，也被查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最后被移交司法机关。时至今日，有网友路过赵东市4名男路的陶瓷大厦时，依然会打卡拍照，甚至有视频博主找到那座老锅炉。在这个东北常见的破败小区内，它被明媚的阳光静静照射，楼梯斑驳，遍布着红黑色斑点，不知道到底是锈还是溅上了受害人的血。感谢收看，咱们下期再见。Of Cobra. Getting extra strong after 2 times menthol. 大家好，我是魏，欢迎打开 M2 档案。全新的会员视频已上线。美国加州1999年6月21日，沈阳故宫门前一尊国家级。大家好，我是魏，欢迎打开 M2 档案。搜就是这3个党是一个级别的，小用反零和全靠火力旺，这3个是一档的，基本上。下一档呢稍微好一点啊。什么样的人呢？哎，第一类也是非法移民，不过是那种拖家带口的有老爷们儿的家庭，就是那种典型的墨西哥人来的，先来了一个老爷们儿，然后陆陆续续的把自己家人都带过来了，也是住在这种上一档，就是500到1000这个档次了，就是稍微好一点啊，可能也有个物业了啊，但是个不太好的那种物业，是吧？也稍微有点那种社会公共服务啊，但是呢，主要防卫呢还是靠自己枕头底下的手枪，懂吗？啊，主要防卫力量仍然是自己手里的手枪，对不对？就是还是靠自己，是吧？就换成中国就是治安基本靠狗，是吧？啊，到美国就是治安基本靠枪，靠手枪，啊。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之前有朋友，他到国外去，他租的那个房子应该就是属于这一档吧。反正他跟一个老爷子，一个墨西哥籍的老爷子，一个大叔玩的挺好啊。有一天呢，大叔请他的室友也是中国人，去家里面吃饭，喝了点，然后外面的端机面有人吃着砸门。老爷子从那个猫眼里面一看，俩黑人手背到背后，然后这老爷子其实家里面就剩一把笨重的那个霰弹，对，其实没子弹，但是老爷子干啥？把这个枪拿出来贴着这个门口，噗嗤上了2下膛，那俩就跑了。那肯定，外面那俩就跑了，那肯定得跑了，我操！老爷子表示已经很久没有买过子弹了，白痴。一个枪多少钱？一般的杠多少钱？一般的100多块钱吧，100多美元，最便宜的二手货，100多块钱，100多刀，挺便宜的，人民币5、6百。啊，然后那个，而且笨重现在那个上膛跟机特别有特点，是很响，特别咔嚓很响，对，很响，噗嗤2下外面就跑了。老爷子他已经有1年半没有买过子弹了。有人收过黑枪，大哥，你以为中国呢还收黑枪？想啥呢？还收黑枪？你咋收啊？你告诉我，美国要是能收枪，这问题还用讨论吗？不就是收不了吗？
收不了，那还收购也不行啊！你怎么收购？你又不给安全保障，这种地方没有安全保障的，你把枪收了，他怎么活呢？啊，也想当然啊！你把枪收了，他怎么活呀？对吧？那把枪你知道在那个社会环境叫啥吧？那把枪在那个社会环境就是青山，你多少钱能把人家青山买走？是，那都不是青山，那是保命用的东西啊！我的天！是，这不是说留得青山在，无法没柴烧吧？是，那枪就是青山啊！你多少钱能把人家收走？是啊，那收枪怎么收是吧？不可能的。我有没有买枪？我不用买枪，我室友有的是枪。我不买枪，我室友就有。你买枪的话应该是有法律。我买枪得需要证件，所以我就把它弄了，我直接用我室友的。就是吧？你便宜的很，就是哎呀，还正规厂呢，这几百大几百，便宜的二手货100多出头，对吧？便宜的二手货100多出头，还那么贵，你不会以为住那种他连500块的房子都舍不得，你让他花600-700买枪，可能吗？花100-200不错吧？防弹衣就更不行了，你没有那种，你没有 license， 你没有那种证件，根本就不可能买假的，还想骑甲，防弹衣做梦呢？重型、轻型、中型、重型都不能买，别想买，你没有资质的，是吧？你没有资质又没有证件，你怎么买不了？管甲管的比枪可严多了。你在美国，美国人管枪管的不严，管甲管的非常的严，想什么呢？私藏假肉好不好？确保警察来了能第一时间给你打死。二手怕有魂环，大哥，他都住在有魂环的房子里了，他还在乎买一把有魂环的枪吗？对吧？你这真的是太中国化了吧？太中国化了，兄弟。还枪有没有魂环？他都住有魂环的房子了，他能在乎枪有魂环？我的老天！留学生应该可以买便宜黑枪防身，但是你假如真用了的话，你基本上也就到这儿啊。对，你的意思是说你没经过专业训练，拿一把便宜腰头的二手黑枪想保护自己是吧？对呀，就你想这个，而且说原来好勇啊，人家在家里面备了把砍刀，就放在我们边上的刀架。那个东西基本上只能起到壮胆的作用啊，那个东西基本上只能起到壮胆的作用，实际上是没什么。原来的那个主要面临的问题在于那些他经常最高的那些反威胁。是，我告诉你，在美国这种大枪小枪满地走的地方，你砍刀有什么用？你不会游戏玩多吗？是吧？近战远战还有平衡。但是在波士顿，你要是面对的主要来搞你的人是那帮子南深圳的小对岸的那一帮子反威胁，其实砍刀也就够你啊，那个其实也不是很够，不过安慰自己是够的。面对南深圳那帮蟑螂还是够，传武不是你在北美什么传武都打不过7.62和5.5有枪呢？对呀，你别跟我讲什么传武是最没用的，传武要是有用，日本也不会输给美国，对吧？那你要不讲武士道精神拼命，那日本人比美国人强多了，那他也打不过美国呀，是吧？那不是那事儿，根本就不是那事儿。美国表示我们也有传统武术，对吧？美国传武是吧？7.62、5.56，管你什么这那这的，管你什么功夫不功夫的，一枪撂倒，是吧？不要总想着传武或者砍刀这种没有用的东西，在北美这种东西跟笑话差不多。玩长枪是很正常的，不要想着传武这种。而且其实那边长枪管的比短枪要松，长枪管的比短枪松是很正常的。你短枪很多人藏，你长枪藏不了。是，刚才有人个管狙啊管这些，其实他们猎枪什么的，其实管的远没有短枪好。咱们来做一个思维实验，就是当我抱着一把我半个身高这么长的大枪在街上走的时候，是不是人看着我都跑了？我能够造成特别严重的突然袭击吗？是很难的。但是你兜里面揣着一把这个小手枪，带上7、8个弹夹塞到衣服里面，你跑到人群密集的地方，突然掏出来开始打，那能打死的人太多了。是，那能打死的东西太多了。小手枪配多几个弹夹打死的人，可比长枪多多了。对呀，这张长枪是啥子都知道跑啊。是吧？这是第一类。那还有一类是啥？就是大学生，是吧？这个档次还有的就是大学生啊，500到1000。大学生就完全是学校给补贴了，就是学校有补贴啊，能在这个档。有些穷州的大学一个月可能才700多美金，是吧？600多美金。像我们这种就1100啊，1000出头，1100。那很便宜啊。那在美国算是便宜的。而且大学是不是也是安全保障也要好多？安全保障相对而言就好多了，越好的学校安保越强，对吧？对吧？大学生是吧？这就和下面这个Dumbass大学生形成鲜明对比了，是吧？大家